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如 DIY。今天这个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个通管神器。这个通管神器呢，一般你家用呢是很少用到的，但是当你需要用它的时候，它往往能帮你解决的却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个家居漏水的问题，或者地下室反水的问题。前几天呢，我的邻居找到我，他说他家的这个客厅天花板突然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漏水。他在2楼的卫生间洗完澡以后，然后1楼的客厅就有大量的水涌向了他的这个天花，然后呢，他割开一个小洞以后，那个水就顺着那个洞像瀑布一样流下来。下面放了很多盆，那个场景呢确实非常恐怖。天花板有大概2个平方米的地方都遭到了水的侵蚀。那么我打开这个天花板之后呢，我做了一些判断。我觉得呢，就是它的3寸的这个主管发生了堵塞。洗澡水的这个下水管它是连到这个3寸的主管上面。那么前面既然堵塞以后呢，那个水下不去，它就会顺着马桶的接口的位置，然后流了出来。实际上所有的水都是从那儿流出来的。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？他家呢刚好有一个叫做 Drainage Snaker 的这种小工具，是一个手动的，就有很长的钢丝，然后顺时针摇呢，它就往里面走；逆时针呢，它就往外面走。然后我试了一下，但是呢，不管用。应该说是他家的这个3寸的主管呢，出现了这个严重的堵塞。这种工具呢还不够 powerful， 所以呢，我准备去 Lowe's 当地的 hardware store 去看一看，我能不能租一个专业的设备。这个东西呢叫做 Sewage Auger。现在我们就来到了 Lowe's 的 Stephens 的工具租赁店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叫做 Sewage Auger。有手动的，也有电动的，有不同的尺寸，有25尺，有50尺，有75尺的，也有不同的粗度，有1/4英寸，还有1/2英寸，还有3/4英寸。因为我想一次性的解决这个问题，不想 back and forth，然后呢，我就租了一个这个最大的3/4英寸75尺的。后来发现这个机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，应该有70-80公斤这么重。如果你要租类似的这样机器的话，就是说一定要确保你有一个帮手能够帮你抬一下，尤其是如果要去到2楼或者地下室的话。使用这个 Sewage Auger 呢，你就一定要找到一个入口，这个入口非常关键。因为我这个 case 呢，它是从马桶的位置漏出来的，所以很明显，而且马桶呢，它通的这个管道是3寸的主管。所以把马桶拆掉，这个口呢，马桶的接口呢，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入口。当然，如果其他的情况，例如说地下室反水啊之类的，那么你可以去地下室，然后把地下室的地漏，然后那里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口。另外还有地下室的那个clean out spot，clean out 就是那可以拧下来的，那里也是一个相当好的入口。当然了，就是说，最好选择那种最接近堵塞的地方的入口，这样呢，你不用通很远的地方。另外呢，你可能会很快就解决这个堵塞的问题。好，所以这个 project 呢，首先就要把马桶拆除掉。如果大家对如何拆除马桶有疑惑的话，我建议大家点击左上角的这个链接。因为我在几个月以前做过一期视频，专门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安装和拆除马桶。那么拆掉马桶以后呢，就会看到这样一个圆形的一个入口。然后呢，这个机器呢，其实也是，使用起来非常的 straightforward， 基本上就是插上电以后，然后它有一个档位是前进还是后退。当然一开始呢是放到那个前进的位置，然后呢它有一个开关是用脚控制的，踩它那个机器就会运转。如果不踩呢，那个机器就会自动停止。那么我把它放到那个前进的档位，然后踩下开关，然后这个机器呢就会顺着这个管道，然后往那个主管里面通。
开这个水管，然后测试一下，看一看现在水流的情况。结果呢，我把这个浴缸的水龙头打开，然后把洗手池的水龙头也打开，另外把马桶的那个水也把它打开，对着这个马桶的接口，然后3管齐下，然后看一看水还会不会回流。最后呢，发现水呢都顺利的排走了，然后里面的水位呢已经降到非常非常低的状况，所以呢，基本就可以确定，就是下水道的堵塞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。这个机器呢还配了3个头，通过一个平头的螺丝刀可以进行更换。但是后来我发现另外2个头呢都非常巨大，应该是适合4英寸以上的管道，所以呢，我尝试了一下，然后就没有再继续用它通，只用了最小的一个头，就解决了这个问题。这个机器呢，我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 powerful， 非常非常的强壮，3/4英寸的钢索，那简直就是勇往直前的。就是说，任何东西，你家用的东西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拦它，会很快很快的解决你这个下水道堵塞的问题。前几天我去，我们的社区中心，然后发现他们有2个卫生间，out of order， 然后被关闭了。然后我看到几个很专业的水管工，他们过去维修这个堵塞的时候，他们也用了 exactly，非常类似的机器，所以就证明这个东西是很专业的 heavy duty 的 commercial 的级别的，用来作为家用，那很多问题是迎刃而解的，当然了，很多人遇到这样的问题，可能第一反应是我要 call 一个 plumber 过来，这个呢，就是说，当然也是可以的。他们有很多专业的 plumber， 他们自己的 truck 上面应该都有类似这样的机器，但是这个收费不便宜，500、600，甚至要上千块钱。说如果你知道了这个 trick 的话，你可以去 local 的 hardware store 去自己租一台机器。我租这台机器4个小时只花了80多块钱，如果1天的话只要100块钱，所以还是非常非常经济。当然了。还有一些后续的维修需要做，但是这个呢，对他来说，你就可以去找一些，这方面的维修工，然后过来帮他处理。例如说，补这个天花板的干墙，地板如果需要更换的话，如果地毯需要更换的话，就是靠这些维修工就可以了，而不像以前一样，你不知道该靠谁。如果你想找一个 general contractor 的话，这个费用是非常非常高昂的，可能这个整个做下来要花到上万块钱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问题就会变得简单，你可以随便找一个 handyman 过来帮你补一下这个 ceiling，地板基本上是 OK 的，所以可能都不用做什么 extra 的工作。当然，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，可能不用租这么 heavy duty 的，可以租稍微轻一点的，这样呢，操作起来会容易一些。总之，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，所以工具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这个工具一旦到位以后，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其实就是迎刃而解的问题。好，希望这期的视频能够对您有所帮助。然后希望如果您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，希望您能够订阅，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